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专门现场特别来宾，林北洋议员、叶清源律师、尹乃金小姐、翁小玲委员、游淑慧议员、陈伟杰议员。好，那么川普哇，南韩呢正在演习哦，川普突然说呢要砍掉、砍半哦，而且呢提前收兵哦，而且说金正恩呢要跟他接触哦，而且呢11月。川普要到大陆深圳开 APEC 会议的时候呢，要跟金正恩再会面。他第一个任期会了3次跟金正恩，第二位期还没有，第二位期太忙了啊。但是呢还想会啊，所以呢韩国总统吓一跳，美国驻韩国的军演哈，那些军人也吓一跳哦。南韩的外长说，连美国官员都不知道，川普就突然下令了，他一个人干啊，那你要怎样啊？那另外呢腰斩呢哦。那所以呢，这个第2阶段的演习取消，哦，然后南韩要收回兵权受挫，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对北韩示好呢？因为他曾经要南韩呢来帮忙这个伊朗的战争，南韩拒绝，就北韩去帮助这个在俄罗斯的战争，北韩还派人去，哈，那所以呢，这个川普很急，说赶快跟金正恩会面。哦，希望金正恩那个核子啊，不要再发核子弹了哈，不要再搞了哈。那川普希望安排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时间在秋天，刚刚讲在深圳，目的希望能够重启核谈判。哦，川普说北韩呢不具威胁，令人尊敬。哦，而且呢跟金正恩是好朋友，相处融洽。好，所以做美国朋友很难，做美国敌人还比较容易哈。那另外呢，这个北韩说美韩军演是公然威胁美国，但是呢一字都没提川普。川普发表声明的时候讲金正恩多好朋友多好，但是北韩发表声明骂这个军演，但是根本不提川普哦。那所以呢，川普说驻韩美军要涨10倍的军费，要收100亿美元。川普说，在美国有3万9千个美军，其实现在只有28500人，已经少了差不多这个1万多了哈。而且韩国要交10亿美金一年来弥补这个军费，川普说10亿哪够啊？要交100亿，要加10倍哦。那另外呢，川普讨好金正恩，说南韩没有帮助他打伊朗，所以呢，美国的媒体的社论说，难怪亚洲现在都怀疑美国嘛。哦，说美国到底怎样啊？哈，那另外呢？为了川金会铺路，所以联合军演提前结束哦。那现在已经不是说什么正义啊、什么民主不民主，变成交易式的战略关系。就是呢，你要付我多少钱哦？对美国有什么好处，我才帮你哦。所以媒体也就说，南韩现在被估价了，台湾都看不到吗？哦，台湾都完全看不到吗？哦，将来跟台湾也去商量，你现在今年要赚人家2000亿美元的这个外贸的顺差，那将来会不会呢？台湾会不会唇亡齿寒呢？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缩减美韩年度联合军演，以之自由护盾。他说，这都得怪南韩自己在美国忙着应付伊朗时选择袖手旁观。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被点名的南韩总统李在明回应韩美同盟必须维持牢固，青瓦台则表示正在和美国密切协调，但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正在引发美国政坛跨党派的强烈反弹。另外，川普最近从抛出与金正恩的合照，再到下令缩减军演，被外界解读是向金正恩示好。CNN 记者这样追问 ：Did he ask you specifically to scale back on those? Who are you with? I'm with CNN.Fake news. Trying to find out if you had been talking to Kim Jong-un. 记者问不到答案，反而先被川普公开教训。来，魏律师，我觉得其实川普是有点着急啦。好，那在那个《经济学人》最新的民调，其实这个长期的民调的趋势啦，我们看他从第2任总统上任开始之后，他的
这个民调满意度就不断的往下走，早就已经经过死亡交叉了，一路现在已经走下面到了这个3%左右哈，不满意度升高，对，不满意度不断的上升，将近60%哦，满意度大概跌到大概3%多哈，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针对美国的政策方向是否正确的民调那关于伊朗的战争到底是不是正确，也同样将近60%的人认为是不正确的。好，那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要结束这个战争呢？这个当然65%的人认为应该要赶快停战。更重要的是呢，连 MAGA 就是他的支持者呢，里面也超过40%的人认为应该要马上停战，表示他的核心支持者都不赞成继续伊朗战争那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这么急的说，我最近询问南韩总统是不是愿意加入美国一同推动伊朗去核化，他们回答 No thanks。他为什么其实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其实他就是对于说这些盟国不支持他其实在川普心中没有什么盟国啦，就是反属嘛，你就是我美国的反属，林北要你做什么你就配合，你不配合我一定会找到地方修理你。那这一次演习他去缩减规模，其实就是一个具体的展现那其实到最后反映出来是川普在他的国际事务上推动的 frustration， 那这个会影响到他马上要来的这个期中选举，11月要投票了。现在参议院11月3号，对。共和党本来是有53席对47席，现在看起来可能会失去多数，众议院也是所以川普其实是在着急这件事那这个演习只是一个反应。这个川普就是个恶霸，他就是欺弱怕强川普的今天这样的做法呢，就适得其反。他觉得呢，透过我把那个已知自由权砍一半，你韩国会怕了吧？你这个韩国在这个朝鲜半岛，你的安全要靠美国，错了，他就是适得其反。川普的这样做，我觉得要看着他，当他的川普2.0结束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呢，就是会真的把美国的霸权呢，一步一步的呢带向这个衰弱。他在中东他在打这个伊朗这一战呢，已经打的这个美国呢，在中东的霸权呢地位呢已经丧失了。他现在呢进一步的呢要来去玩韩半岛的这一块呢，他也会让他在这个太平洋这个区域，在亚太特别是第一岛链韩半岛到韩半岛，然后到第一岛链到南海这个部分呢，美国的影响力呢也会急速的下降。因为你美国呢再一次的验证你川普呢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他今天这个已知自由这个军演呢砍了一半，韩国有很紧张吗？韩国是很惊讶，但是韩国有很紧张吗？也没有很紧张啊。最重要的是因为你现在碰到的人，这个叫做李在明，他不是尹锡悦，他没有要跟北韩呢这样钉钉对对，拿北韩当这个对手，他也没有要拿着这个夹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势力呢对抗北韩，而且对抗中国大陆，他没有啊。李在明采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然后呢，他同时之间，我们看到韩国在做什么事情。李在明呢，也是他们光复纪念日嘛，对这个朝鲜和对于这个南韩来讲，那个8月15号就是日本这个战败就是光复纪念的日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我们朝鲜，我们大家来谈这个停战协议吧我们来谈这个和平和解吧来解除我们现在的这个敌对状态嘛。然后同时间呢，金正恩呢，川普呢，现在呢想要借着这个金正恩呢来去刺激一下这个南韩。没有啊，南韩没有被他刺激到啊。南韩很欢迎的是说，希望呢，川普总统美国持续的在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和平方面呢贡献这个力量。现在的金正恩跟川普1.0的时候的金正恩也大为不同了。川普1.0的时候见了3次这个金正恩，他没有在解决问题，他只是在创造话题，创造他自己的这个声量罢了所以呢，3次的见面，虽然在第一次的时候有达成说无核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和一个共识，可是终究来讲呢一事无成，因为呢川普为了他国内的政治上的理由比如说那时候通俄门正在调查，所以眼看着在第2次河内谈判的时候呢，下午本来是应该要签协议的，朝鲜方面也有期待，就是说你朝鲜今天能够跟川普上了谈判桌，
承认朝鲜的这个地位的话，对于金正恩来讲也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他就超越了他的爸爸跟他的这个祖父。可是因为川普受到他国内的政治议程的影响，所以他怕他跟这个金正恩达成了任何的有关于即便是有意在暗示承认朝鲜这个政权的话呢，对于他在国内进行的通俄门调查的话，会造成摧枯拉朽的影响，所以就打消啦，就没有下文啦。然后后来两个人在这个板门店上面见面，川普就跨越了这个38度线，他创造了他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声量之外，和他的能见度以外，就是一事无成。可是现在的朝鲜，现在的金正恩已经不是2019年那时候的金正恩了。金正恩他参加中国大陆的93阅兵，跟普丁、跟习近平这些人平起平坐。然后过去呢，反对啊，就是对于朝鲜呢永和其实是采取比较反对立场的中国大陆，他现在呢也就采取了一个默认的一个立场。然后金正恩呢，非常的灵活的，不管是在有关于俄乌战争上面，他支援这个朝鲜，支援俄罗斯，使得他在导弹的技术上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所以说，我认为川普呢要见这个金正恩，从金正恩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何乐而不为？为什么南韩没有那么紧张？我告诉各位南韩的人口5170万，北韩只有2600万。所以南韩人口是北韩的1倍，北韩的经济，南韩的经济是全世界前15名的，北韩的经济整个经济量只有南韩的1%，1%。北韩唯一赢南韩就军人数目，北韩大概110万军人，南韩45万，但你光人数多有什么用呢？所以整体来说，南韩比北韩强多了那当然加上美军在那边只要是从韩战开始就一直摆那个地方了，但人数已经逐渐缩小了。不过南韩呢，对台湾最近台湾不满意台湾最近要去参加这个一个南韩的一个台湾馆，叫做光州双年展，就他把我们台湾馆改掉名字，改成什么改成一个叫做什么 NTMOFA 就是说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把你台湾拿掉了所以呢，我们的文化部说不排除采必要手段捍卫权益，要怎样退展吗？还是怎样去抗议呢？那林佳龙说极力争取原本的协议，希望光州不要忘原来的宗旨。来，问问你怎么看？其实针对林佳龙的这个抗议说实在话，平心而论光州双年展韩国现在这里说要把台湾馆然后更名为国立台湾美术馆。其实我去查了，我们的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名称真的就叫做 NTMOFA。也就是说，他可能就主办单位来说，认为我不希望用台湾馆，但我希望用的是国立台湾美术馆，也还是有台湾呢。这中间到底民进党政府就要去抗议什么？我其实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算是在中国大陆，在上海办这个世博，我们都可以用台湾的名义在国际区来设展馆。你现在到民进党执政，已经执政完8年，到了第2轮了，你连在韩国，连用台湾的名义你都办不了馆，还要被降等变成一个台湾国立美术馆，然后那个台湾也修出来就变一个 T。好，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是宰相无能，累死三军啊！好，你明明说要把台湾走向世界，结果你台湾连台湾自己岛都走不出去，我觉得这才是民进党最莫名其妙的地方。是，问题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外交部本来对，不管是对日、对美、对韩，这种国家也是都没有办法嘛，它整个外交关系。没有任何开展，反而还会越来越退缩，所以这个是民进党政府的问题。那好歹人家现在光州这个双年展也还说，那就让你用这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办，要不然的话，民进党林佳龙觉得不爽的话就不办了啊。可是我相信他们也没这个 guts， 因为他这个并不是像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就真的是以国家的名义。它这个还是光州市政府以及这些民间大家一起来办的，而且我们过去呢有台湾的这样的潜力。它其实4月已经核准我们用台湾了，现在又变化。他现在这样子来改，其实我相信外交部呢沟通呢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沟通无效。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这边在演习啊，老共解放军也会演习了啊。那它有一个叫做野战银行车，这什么玩意儿？居然有新台币耶！它的东部战区公开战备打仗是要花钱呐，对不对？资金里面有美金、有人民币、有金条，还有大量的1000元新台币大钞。什么意思？就是他这边还要花新台币啊。那专家就这个警告说，除了这个武力战以外，可能还有金融战而且呢，新台币要分成2种，一种是他做的新台币，一种是你用你的新台币。目前看起来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台币，他并没有给你印一个新的新台币。目前看起来是这样那另外呢，所以呢，准备了新台币的大钞陆军的这个他的陆军军事账号说，部队到台湾岛上不能学匪兵巧取豪夺，所以呢，也要用你的钱不能乱抢那这是一个。另外呢，金门跟厦门他们一直说希望能够通车嘛，通车不要坐船啊什么一大堆小三通那结果呢，厦门段年底要通车，厦门那一段了，但是还是不能跟金门通，因为我们不同意嘛金门这边不能通了，但他至少他把他那段先做好了那所以呢，福建厦门呢，它有12条对台湾的一些政策中间也有金厦大桥那我们的陆委会说呢，公共工程不是陆方可以片面决定，是你不同意，他不可能这个嫁到你这边去了那看得到吃不到，大陆国台办说，民进党也拒绝西安到桃园的包机申请。原来西安到桃园有包机，而且听说很多都卖票了，因为西安很多古迹都要到西安去看等等然后呢，大陆国台办说，民进党拒绝了，不能用了那国台办说呢，民进党操纵的就是反中抗中，这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因为呢，赖清德说年底的选战面临中共的压力前阵子还说什么北戴河会议什么一大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要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老共来干涉我们的选举。我们看一下。箱子里满满的人民币和美元钞票，共军释出画面说，这场演练围绕多种货币紧急提取现金，要确保资金保障不断线，而这单位是共军东部战区的攻台主战部队。手上一叠叠新台币1000元钞票从这战备资金西行箱拿出来，对岸声称带现金是为了登台后买物资租车，不可能学某些匪兵巧取豪夺，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这无疑是蓄意的心理恫吓。但专家更忧心的是金融战争，毕竟国共内战期间有潜力，为了防堵更多的金融战危机，1952年到1992年期间还有发行使用现金门马祖通用的新台币。在战地战时的时候，物价会通膨，币值可能会有防卫的可能性，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零星的浮动，所以我们有限金门地区使用写金门2个字的钞票。虽然是过去历史，但放眼未来，可以严防金融战手法。共军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降低一般民众对新台币的信任度。中共会希望的是，民众反而把这些货币不要使用新台币，反而使用人民币或是用美金，这一些都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计谋。央行去年表示，目前新台币伪钞比例极低，每100万张流通的新台币仅有0.05张伪钞。随着对岸释出演练，强化我国实体货币防伪也不容小觑。朱慧，这个我们从这一次的解放军在演习的时候准备了大量的新台币的画面，是解放军主动对外释出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大陆愿意让你知道什么，只有他愿意才会知道。所以之前这个赖清德说北戴河下密令，大家就开玩笑说赖清德是不是变成北戴河听床师大家就知道说，大陆如果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其实是没有能力知道的。好，那大家就去揣测说，为什么解放军的演练里面现在要准备这么多的新台币？他们是不是已经演练到说，登陆的时候要使用这个 cash， 使用这个现金那也有一些这个网络的侧翼说他们是要去散播假钞，毁坏台湾的金融秩序。但我觉得后者也比较拼啦，他要准备多少假钞，沿路去撒吗？然后大家台湾人会笨到沿路去捡，把它当作真钞使用吗？我觉得这倒是不会。但是如果大陆已经演练到说登陆作战之后可能会使用到现金的时候，我们的演习有没有去演习到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金融秩序混乱的时候该怎么办？譬如说之前演习行动通讯断讯，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说银行的体系也被断网以后，民众拿着提款卡领不出钱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混乱？
或者是银行挤兑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或是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状况的时候，会不会变成解放军身上有现金，我们身上没现金？因为我们领不出来啊！现金的需求一定会增加，这是战争可以想象的状况。所以人家这么认真的在演习啊，那我们的演习是不是有一点像在演戏，而不是演习？譬如说之前的半小时断讯这件事，大家就问你说半小时可以干嘛？你这半小时不是在演练说我们的赖变慢怎么办？你应该在演练说，如果整个公共系统的网络系统断讯以后，紧急讯息无法发布，没有办法让民众接受。这个银行体系的这个网络断了以后，银行的金融秩序怎么办？然后政府的网络断了以后，政府的这个维生的系统怎么继续？因为现在台湾或是全世界是一个靠网络生存的世界，民进党要演习的是这个，而不是演习说拜托你半小时不要传赖，不要叫外送，这个不是重点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警惕的是民进党不断的在告诉我们反中抗中，甚至两岸有这个军事的危机。可是我们真正给人民准备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让我们去做紧急避难的演习？没有啊！我就说你只要下令让全民演习避难一次，到自己地下室的防空洞去避难一次，我告诉大家，民众就会发现我们的避难室根本不能避难，根本就是垃圾室或是堆积杂物室。这个才叫真正的演习所以我觉得啦民进党要稍微去警惕一下，下一次演习敢不敢加入金融秩序停顿金融秩序混乱金融挤兑的演习？林委员。我觉得的确，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这个演习的事情的时候，还有很多没沟通。我刚刚听楚慧议员讲完之后，其实是这样，在那个演习的过程里面，当然在无线通讯的部分有这个半小时的降速，但有线通讯的部分其实完全没有降速，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所以我们的固网其实非常的发达。那在这种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就是刚刚提到这种所谓金融设施 ，CIP 的防护计划其实大概已经10几年前就开始进行了所以在里面所有的金融的备份等等相关的这个做法，还有中间怎么中断，其实在小局数里面大概有谈到。但的确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也还不是很够，所以会不会发生说，解放军手上有钱，结果台湾人手上没有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发生。反过来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去讲说有一个手上要准备台湾新台币这样子可能是有登陆作战这种需求的情况，表示他们其实在某个进程上，他们是不是已经有想要提高到？我今天陆续看到，包含就是有一些新的指标提到他们有可能对台动武这种准备，他去呼应这样子一个措施，希望给台湾的政治环境有一些压力了那有一个比较少人去注意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在前2天有一个江泽民100年的诞辰纪念里面，他其实也特别去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这个解决的时间点不是无期限的其实是有一个他们其实心中是有一个时间的压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他们在文攻武吓的时候会搭配的这个组合拳，包含说他可能已经没有新招了，以前打飞弹没有用做什么没有用，所以现在可以看说，我们解放军已经准备拿新台币登陆台湾了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还不至于到真正是说对台湾有什么很具体马上威胁的一个情况，只能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确下了很多功夫，希望台湾人感受到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比较急迫压力。我觉得台湾人回头做好这个准备，我很认同所有委员刚刚讲的，就是在防空演习这件事情上，其实我自己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很多准备非常非常不好。我们很多其实民国60、70年设置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其实到现在都是不能用，但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去做很具体的盘点。那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民众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要更务实的来看待了那最后我还要顺便讲一下，就是这个大桥的部分因为其实过去台湾有一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好的案例，就是说在整个两岸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算是从中获取红利的这种分子了以前台湾有一个公司叫做光彩这个金厦大桥推动的促进的公司，它其实后来就是志工党里面的人，然后也被中国这边认定为是一个诈骗的这个集团他们一开始就很早在两岸的政府都还没有在讨论这些事情之前，他们就在推动这东西，就到后面变成好像是一个很不良的一种一个标签贴在上面了。那现在以至于现在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过去谈的结果是一些诈骗犯的话，你现在中国政府谈的人中间的这些人是不是又有相对应的背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休息一下再回来。